小五，我重动五阿哥的熊声，只能在失去又失去中度过吗？我好像拥有过很多，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拥有过。小五一觉睡醒，发现他最喜欢的歪脖子树飞又被奶成推倒了。年仅1岁的小五，仿佛自带防沉迷系统，只要专宠某一件丰容，那么很快这件丰容就会下线。毕竟帝王熊绝对不能有软肋。最近小五很喜欢爬这棵歪脖子树，但是这棵树的树干有些腐朽了，小五爬上去有些摇摇晃晃的。王女士就曾多次阻止小五爬这棵树，但小五这个犟种那是偏要爬。园方也害怕树干折断会有伤到小五的风险，于是这天一大早，奶成就过来把歪脖子树飞推倒了。奶爸还把残留的树干修理了一番，以防扎伤小五。小五出来上班，一眼就发现歪脖子树飞有异样，颤颤巍巍地走到了树飞旁，一脸不可思议地用小手抚摸着树飞，肉眼可见小五的伤心。随后他就发现了躺在一边的树干，又跌跌撞撞地走到了树干边。此刻小五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情绪，躺在树干上嚎啕大哭。小五这一年真的是过得跌宕起伏，在他半岁的时候，经常因为学不会爬树被芒女士暴揍。后来他在院子里发现了他的梦中情树，并成功登顶。只是这棵梦中情树有些扎屁股又戳眼，第二天就被墩墩奶爸给砍掉了。当时墩墩奶爸的亲闺女好奇女侠去四川相亲了，于是他就临时过来照顾小五。他会公主抱小五出来上班，也会十分宠溺的接小五下班。小五也非常喜欢墩墩奶爸。然而小五的四姨好奇相亲回来后，墩墩奶爸就连夜卷铺盖走人了。小五自此便失去了墩墩奶爸。后来粉丝姨姨们给小五送了一架大飞机，芒女士比小五更喜欢。母子两雄经常为了争夺机长之位大打出手，但因为天气逐渐变热，园方担心母子俩太过沉迷，有中暑的风险，就把大飞机给抬走了。小五一觉睡醒，发现大飞机不见了，伤心的扶树嚎啕大哭。后来小五还经历过跑车拖去维修，满院子的草飞不翼而飞，还有如今的歪脖子树飞下线。年仅1岁的小五就经历了如此多的起起伏伏，辛辛苦苦挣来的家当全都不翼而飞了。于是准备开启摆烂熊声，倒在门口就睡，不小心滚到沟里也懒得动弹了。小五，对，没错，你们只配看到躺平的我。果然芒小五没有一顿打是白挨的。不知道芒女士是因为吃儿子的嘴短玩儿子的手软，还是觉得小五长大了需要留点面子。最近已经内敛很多，不想打孩子了，但是耐不住小五这个废头子，总在芒女士的底线上反复横跳。芒女士在前面走，她就在后面咬着妈妈的尾巴。芒女士坐在木架上吃饭，她就用手捂住妈妈的眼睛，还时不时的给妈妈搞个偷袭，把芒女士吓得一激灵。以前的网友看到芒女士打小五心都要碎了，全网呼吁芒女士你下手轻点啊，小五还是个宝宝呢。现在网友看到芒女士打小五都齐声叫好，网友内心 OS 芒女士你打呀，这都还不打留着过年啊，打得好，真该打。小五听到后表示，你们这群姨哦，现在真是了不得了，我现在不是你们的小乖乖了。芒女士独自出外场时安静优雅，还会一边吃一边微笑，但只要小五和妈妈同时出外场，就秒变鸡飞狗跳。这天芒女士坐在木架上吃饭，小五又贱嗖嗖的凑过来费妈，先是倒立把小脚丫子伸到芒女士的头上，芒女士则是一脸的笑嘻嘻，任由她胡闹，她自己摔下来还去咬妈妈的脸，芒女士也是忍了。然后小五又双手抱着妈妈的脖子撒娇，芒女士也是一脸的微笑。然后这甜蜜温馨的下一秒，小五转头就咬住了芒女士的耳朵，芒女士疼得直往后撤身体。芒女士此刻只想安安静静吃个饭，伸手拿了把竹叶刚想往嘴里送，但小五非要趴在妈妈的头上，把芒女士的头都压得贴在肚子上了。网友们看得心痒痒，直呼芒女士打她，打她呀，熊穷志不能短，咱不能为了口好吃的，为了一个豪华玩具就被熊孩子给欺负成这样啊！但是芒女士还是忍了，就算小五都把她压倒了也没动手。小五也是不懂见好就收的道理，那是非要作呀。这不，芒女士正在干饭，她又来了，腻腻歪歪的，不是咬妈妈的手，就是咬妈妈的脖子，还想往身上爬。芒女士这次也觉得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一把就把逆子推开了。小五为了报复妈妈，还悄摸摸的偷妈妈的竹子，没想到被芒女士发现了，一把就夺过来了。曾经的小五全网连，如今的小五全网嫌。当时有多心疼小五，现在就有多心疼芒女士。小五真是没有一顿打是白挨的。志在树梢蹦迪的小熊，就是外号 KPI 的季笑季憨憨。季憨憨有2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那就是双胞胎姐妹花程风和程浪。她们3小只的爸爸都是美兰大姐，妈妈分别是季丽和程大，而且季丽和程大还是一对亲姐妹，所以笑风浪3小只的关系非常不一般。最重要的是，他们3个还是被季丽和程大轮流带大的，也就是说，他们3个连喝的奶水都是一样的。
在带他们3个的过程中，还出现了特别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季丽喜欢程浪，程大偏爱纪孝。据说程大爱纪孝，已经爱到饲养员拿小苹果都换不走的程度，最后剩下一个娘不爱姨不疼的程峰，所以大家都调侃说，纪孝应该改叫程孝，程浪应该改叫纪浪，因为纪孝又憨又调皮，还喜欢挑衅纪丽妈妈，所以日常就是纪丽妈妈追着纪孝跑，或者就是纪丽妈妈在地上拖着纪孝走。纪丽妈妈只有和程浪在一起时，才会有如此母慈子孝的和谐画面。有时候纪丽揍纪孝的时候，程峰和程浪还会仗义出手相助，但结果一般都是纪丽妈妈把他们3个轮流揍个遍。更好笑的是，孝风浪一共就3只熊，他们还要搞小团体，纪孝和程峰整天黏在一起，而小浪花则是经常形单影只，就算是在吃饭的时候，纪孝和程峰也是紧紧的贴着，程浪自己坐得远远的。程浪内心 OS： 明明是3只熊的电影，我却不配出现在你们的镜头里。而且纪孝和程峰长得特别像，打眼一看真的很难分辨，只有脸型和眼圈的形状又细微的区别。就连两小只坐着发呆的时候，程峰都要腻歪的把角放在孝姐的头上，所以大家都说他俩才更像双胞胎，而且他俩还都是腋下体质的小熊。这天，纪孝和程峰正在木架上悠闲地坐着晒太阳，孝姐认真地研究着眼前的小树枝，峰峰也想过来看看。刚要靠近孝姐的时候，孝姐却被悄悄靠近的峰峰吓出了狗叫，峰峰也被孝姐的反应吓得埋下了脑袋。缓过神来的两小只一脸的尴尬。后来孝姐躺在峰峰的怀里，峰峰一只小手扶着木桩，另一只小手拉着身边的小树枝，本来一切都是安静又美好。后来峰峰放开了手里的小树枝，然而就是小树枝回弹的这一下，两小只又被吓了一跳。但是别看他俩现在这么胆小，站在树梢互抓大战300回合的时候，也没见他们害怕。毕竟他们在野外碰到豺狼虎豹都不怂，但是却会被一个扑棱蛾子吓跑了。我们的国宝主打一个选择性胆小。壮壮爱轮胎，飞云喜欢小白象。盘点大熊猫那些爱不释手的阿贝贝，大家都知道飞云曾经有一只心爱的小白象，他走哪抱哪喜欢的不得了，就连睡觉的时候都要抱在怀里。感觉自从有了小白象，飞云笑的都更甜了。然而就在某一天，着急下班的飞云抱着小白象坐在通道口，亲亲又抱抱，等累了就把小白象放在了地上。后来等他回家的时候，却忘记带走小白象，而和飞云同用通道的金虎在下班回家时发现了飞云遗落的小白象。这种聊闲的机会，金虎肯定不会放过，不仅在把玩的过程中一个手滑把小白象摔地上，最后还贱嗖嗖的叼走了。第二天，奶妈把飞云的小白象拿回来放在他的椅子上，结果飞云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并没有去动它。后来又反复闻了闻，确认一下，扭头就走了。内心 OS： 什么臭男熊动过的东西我不要了。现在奶妈又送给飞云一个新玩具，他也很喜欢。飞云这次可一定要保护好它呀。与飞云的软萌不同，壮壮小公主更偏爱轮胎，每天都把轮胎套在身上，就连吃饭的时候也是如此。有网友说壮壮这个造型可比萌妹更像门卫。壮壮每次套取轮胎都是轻轻松松，有时候甚至还加大难度，一次套2只。他真的把轮胎爱到骨子里了。也有网友说壮壮这是引领潮流的新时尚，这轮胎就相当于一个宽宽的束腰。这样一说，感觉壮壮走路都像在走模特步呢。而秦岭的党生则是每天抱着他喝盆盆奶的铁饭碗不撒手，整天一副奶不醉熊熊自醉，还想再来300盆的感觉。党生真的把不锈钢盆当成了他心爱的阿贝贝，上树的时候要带着，睡觉的时候要抱着，结果睡梦中不小心把盆盆蹬下木架滚进水池里，党生还会立刻起身去水池里捞他的阿贝贝。而胖大海的胖大鱼至今已陪伴了他4年之久，一个布置玩具能在熊孩子手里活过4年，可见胖大海有多爱他。虽然上面有很多的补丁，但多半是乌鸦搞的破坏，胖大海只会对他的胖大鱼亲亲又抱抱，即便都盘包浆了也还是会视若珍宝。其实胖大鱼最开始是深蓝色的，只是时间太久有些褪色。胖大海虽然长得憨憨的好大一只，但内心深处还是温柔细腻的，或许他认为胖大鱼对他有着非凡的意义吧。说我的新发型好看，我砸你好！金虎对奶妈的回答果然很符合他的雄盛。这天一大早，换了新发型的奶妈过来看金虎，刚看到奶妈的金虎还一脸懵，似乎有些没认出来。说我好看，说我的新发型好看，我砸你好！这个小坏蛋竟然往后走了几步，又说了一遍难看。而当奶妈问关于他自己的问题时，金虎的回答更绝。金虎，你胖不胖？你也挺胖。金虎，你帅不帅？看来金虎真的能听懂奶妈说的话。还有一次是奶妈安慰至今还是单身的金虎。金虎，小可怜儿。
不要忧伤啊！听没听见，虎子？不是所有的熊都有媳妇儿，就你没有，他们也没有啊，他们也没有媳妇儿啊。对的，哎，对他们也没有媳妇儿。在对话的过程中，甚至能看出金虎的情绪由阴转晴，而且金虎的表达能力也同样惊人。他不仅会拍着小手示意奶妈把果果放在取物口，还不耐烦地往后拨了拨碍事的竹子。而金虎的姐姐也是灵岩的妈妈米米，也就是那个必须坚持猫爪在上原则的大熊猫。她的语言天赋同样惊人。明明吃饭了。最后敏敏甚至还嫌奶爸太烦，调整姿势用屁股对着奶爸。而吐字最清楚的大熊猫还得数长春的初心。木云呢？把木云喊回来，把木云喊回来吧。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听奶妈的话，只要奶妈喊他，他不管在做什么都会摇头晃脑的奔赴而来。回来，初心来，初心，哎，回来来，回来来，哎，回来，初心。有一次他玩球玩得正起劲，突然听到奶妈喊他名字，初心立刻就把球扔了，奔向奶妈。而且初心还是金虎的亲侄女，这一家熊真的是语言天赋很强大呀。每一只熊啊，肯定都必须抱着亲一亲啊。这位在赤裸裸炫耀的，正是被网友称为那个女人的美艳。美奶妈是个吻熊狂魔，这些年她几乎夺走了出生在基地的每一只小熊的初吻。因为梅艳深受熊猫幼崽的喜爱，所到之处总有一群滚滚追随而来，身上时常挂满熊猫幼崽。这强大的吸猫体质，惹得熊猫粉们纷纷眼红。要说起美奶妈的心上熊，还得数那个被她吐槽长残了的萌兰。你那么多崽，为什么只喜欢他？长得乖呗，小时候颜值好高的，不过后面长残了。萌兰可谓是结合了爸爸美兰和妈妈萌萌的所有优点，长着大大的脑袋，圆圆的脸，生得十分标致。这么可爱的萌兰肯定逃不过美奶妈的魔爪，经常会被抱到办公室一顿狂吸。萌兰也特别喜欢美奶妈，她看到美奶妈抱别的小熊时，她还会吃醋，就会咬着美奶妈的衣服撒泼，来吸引她的注意。而且萌兰如今如此热衷越狱，恐怕和美奶妈脱不了干系。当时还是趴趴熊时期的萌兰，就被美奶妈拉着练习越狱了。只见美奶妈站在窗外，伸手拉住萌兰，让萌兰蹬着墙往上爬。期间萌兰也摔倒过几次，美奶妈都拍手示意萌兰再来。最后美奶妈还把萌兰拉到了窗台上。或许就是这次萌兰明白了，翻过围墙就会有不一样的风景，所以这颗越狱的种子就此种下了。美奶妈从2008年到熊猫基地工作，如今已经有16个年头了。这一份让大家都羡慕的工作，其实并不轻松。特别是美奶妈负责的是大熊猫接生和育幼的工作。刚出生的熊猫幼崽特别的脆弱，需要饲养员日夜守护，要给幼崽喂奶，还要帮幼崽排便，所以他们经常需要值夜班。特别是进入大熊猫的繁育季，他们会忙得连轴转几个月不能休息。我家就在成都，我几个月回不了家，就像我家在远方一样，明明就在近在咫尺，就几个月都回不了家，就天天白天晚上都在熊猫基地。我们这个工作吧，日夜颠倒，育幼的时候基本上都是3班倒，就白天晚上你都在基地，长时间的就是这种夜班的状态，就生理期就很乱了。我们很多女同事都有差不多都有这个毛病，就是生理时钟、生理期都已经有点混乱了。所以大家平时看到的只是他们工作中最轻松的一小部分，而他们大部分的工作其实都是特别辛苦的。所以真心爱护熊猫的饲养员都值得被尊重。只看起来比胖大海还像胖大海的小熊，就是香果妹妹的小冤家春生师傅。咱就说单看春生这长相，和胖大海的相似度能高达99%，就连胖大海本熊看了都得说声我勒个去。两小只虽然长得很像，但性格却一点都不像。胖大海打小就有些社恐，只喜欢玩妈妈的青团，而春生师傅还在太阳产房的时候就创立了春生集团。春师傅除了酷爱挖煤外，最喜欢的恐怕就是揉面打糕捶香果了。这边打完蛋烘糕，再去那边手捶热干面。如果面糕兄弟俩一起上，那就一起捶。揍个小香果那更是 so easy 了。但如果看到是3打1的情况，那也不用猜，挨揍的必定是香果妹妹。在南秦长大，又遇到3个不懂怜香惜玉的臭哥哥，
香果妹妹每天过得可难了，她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挨揍，每次都被3个小坏蛋抓得狗叫。后来春师傅和香果妹妹一起出差杭州，临行前，奶妈对春师傅千叮咛万嘱咐，到了杭州要让着妹妹不要打妹妹。谁曾想春生这个铁憨憨，只听见了要打妹妹这几个字。两小只上班的第一天，因互不相让，同时堵在门口，把杭州动物园送上了热搜。然后每天都在忙着打架，春师傅打架一点都不讲武德，竟然薅女生头发，有时候还泰山压顶榨果汁，把香果妹妹的头套都压变形了。后来园方担心两小只打架没有轻重，于是很快就喜提了单肩。和香果分开后的春师傅陷入了沉思。和妹妹分开的第1天想她，和妹妹分开的第2天想她，和妹妹分开的第3天还是想她。如果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对妹妹说3个字：约架不？好好好，不开窍的春师傅，你就等着打光棍吧。而分开后的香果果没有任何不适，不用挨揍，伙食也好，很快就把自己吃得圆滚滚的。但可能因为从小到大被揍习惯了，脸上还是会带着这委屈巴巴的表情。3点可以吃自助餐的大熊猫，第1位华丽和心安。坐拥3.5万亩竹海的华丽和心安，每天都要早起1个小时去挖笋，因为笋太多，不仅站着扎脚，坐着扎屁股，而且挖满了自己的院子，还可能被竹子占领，那可就连溜达的地方都没了。于是两小只只能早早起床上班，然后就听到漫山遍野都是笋的惨叫。除此之外，让他们更苦恼的就是奶爸送过来的冲天炮大笋。华丽每次吃之前都要叹口气，第一次感觉大熊猫上班也挺辛苦的。第2位栾川竹海动物园的灵岩和麦麦，咱也不知道连笋屁屁都不放过的灵岩是怎么忍得住让笋长那么高才开吃的。以灵岩的干饭速度，这些笋很快就被消灭了。相比灵岩，显然麦甜吃的可就要优雅多了。而且最近奶爸也给他俩安排了火箭笋，看胖妍吃的老香了。第3位岳阳中华苑的华龙，华龙很聪明，笋太小会先放一放，先挑大颗一些的吃。华龙挖笋可没有心安华丽那么温柔，直接一巴掌就拍断了。有花有树有自助餐，看华龙的表情就知道心情可美了。第4位号称岛主的小企鹅顺不仅是拥有最多玩具的大熊猫，还有吃不完的自助餐。有时候小小的一只藏在竹林里，不仔细看都发现不了它。大家还知道有哪些可以吃自助餐的大熊猫呢？是什么原因让陈猪猛追大陈奶爸？原来是不良游客往星星陈的院子里扔了塑料袋，兄弟俩捡到后轮流咀嚼起来，还因此大打出手。大陈奶爸得知后赶紧跑进来拿果果和他们交换，谁知陈根本无心果果，转头屁颠的追着奶爸去要收走的塑料袋。奶爸害怕强行关门会挤到陈，于是想打开门推陈出去，结果却被他成功挤进员工通道。这时星星哥哥也跑来凑热闹，幸好奶爸及时关闭了员工通道，要不然就更乱套了。大陈奶爸摇来墩奶爸一起帮他把陈猪抬出去，谁知陈这个200来斤的小猪仔比过年的猪都难按。现在哥宝熊陈把平时黏糊哥哥的劲儿都使到奶爸身上了，他还以为是和奶爸在玩闹，所以奶爸越往外推他就越来劲。奶爸这会儿虽然很慌，但全程还是怕伤到陈，害怕会夹到陈的爪子，一直不敢强行关门。于是员工通道的门再一次被陈打开了，莽陈还是抱着自己亲奶爸的腿不肯松手。墩奶爸拿来一根超大号萝卜放进陈嘴里，试图吸引他的注意力，结果陈叼着萝卜也要追着奶爸跑。大陈奶爸在这时不慎摔倒了，熊来疯的陈还是扑过去跟奶爸玩，
幸好有墩墩奶爸在场，要不然真怕晨晨猪会误伤到大晨晨奶爸。不得不说，2岁多的小熊崽的劲儿也是真大，2个壮汉都按不住。几分钟后，奶爸终于成功把晨晨留在了外场。幸好晨晨只是想跟奶爸玩，并没有真动手，要不然即便晨晨是2岁多的小熊崽，大晨晨奶爸肯定也吃不消。最后，希望游客一定要文明观赏大熊猫，看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因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投喂，都有可能会伤害到大熊猫的身体健康，而且还会给饲养员造成不必要的麻烦。骗你是孙子，是骗你是孙子。盘点奶爸被喜乐和哥哥拿捏的日常。前几天老冯因为家人生病要住院，于是下午给领导请了半天假去总院办个住院手续，但是没给二姑奶奶打招呼就走了。二姑奶奶这下可不乐意了，心想老冯这么多年了，你还分不清大小王吗？今天我就让你看看这个家到底谁说的算。从下午3点，奶妈开始送他回家，但他就这么挂着，谁也不理，鼻涕都流出来了。隔壁老于过来喊了半天也不好使，急得于大爷都喊喜乐老爷了。乐乐，回去吧，你是我老爷。嗨，于是老冯只好倒了3班地铁，火急火燎的又赶了回来。老冯翻过围栏，准备和二姑奶奶谈判，并扬言他如果还不回去，就下去把他抱回去。坑了熊啊！咱比他妈诸葛亮都难欺负是吗？走吧，别骂去，走。还得是亲奶爸2分钟就给喜乐收回去了。但第2天老冯不在，也是闹了半天脾气才回家。还记得去年夏天38度的高温天气，二姑奶奶愣是穿着一身貂皮大衣，顶着大太阳在室外卖力营业。老冯怕他中暑，敲锣又打鼓的收了2个多小时，把老冯急得直喊祖宗。祖宗回去吧，行吧，我已经受不了了。我都快死在这儿了，回去吧，行吧，太热了，孩子，回去吧，行吧。喊了2个多小时，老冯的嗓子都喊哑了。差不多得了，我告诉你，咱俩说的好，好说好说的。别看老冯说话那么硬气，但最后都被二姑奶奶拿捏到没脾气。大家是不是以为大姑奶奶会比二姑奶奶脾气好？但看到哥哥的小主意还酸着声，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大家都知道，喜乐被小主意摔了个四仰八叉，然后气得把椅子都扔了，估计是怕哥哥摔了会把动物园拆了，所以才给他的小主意拴在柱子上。而且大姑奶奶拿捏老冯也有一套，老冯想让哥哥做运动会，把吃的藏起来让他找，大姑奶奶可不乐意了，压根就不找。上面了，还在上面了，真在上面了，是骗你是孙子。你好歹你懂费心思找找哥哥，哥哥呀。我不在家了，我进去，你出来，我出来，你进去。大姑奶奶表示，我平时只是不惜的理你，否则你就会明白隔壁那个终究是个妹妹。但不得不说，老冯真是宠着他们。毛孩子平时的表现不会骗人，就是干饲养员是个良心活，就是你对他好与不好，时间久了，自然就是能给你一个反馈。在武一棚大熊猫保护区的原始森林里，流传着这样的一段佳话：每隔1-2年，就有一位圆脸仙女带着一箱脆甜苹果来招婿。这位仙女不仅是首例野化放归大熊猫淘淘的妈妈，也是第一位野外引种成功的英雄母亲，但也因生了2个车座子，被两脚兽嘲笑说她审美不太行。她就是钟爱车座子脸男熊的美女草草。草草虽被救助于野外，是野猫出身，但可能是因为被救助的原因，与人特别亲近，不仅性格温顺，而且服从性很强，再加上常年在野化状态下待宰参加野外，依然保留着野生大熊猫的野性和警惕性。所以在2017年首次提出野外引种计划时，当年已经15岁的草草便被委以重任。临行前，奶爸对他千叮咛万嘱，让他记得把小苹果分一些给男朋友。说罢，草草便带着一箱小苹果作为聘礼，前往武一棚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放归。当草草踏出兽笼的那一刻，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开心的挥手和草草道别，却也有一个不安的身影，他正是平时负责照顾草草的饲养员。而草草也像明白他身上肩负的责任与重担，迈着坚毅的步伐，头也不回地走向深山。草草走到山里，第一件事就是干掉那一箱脆甜小苹果，完全忘记了奶爸的嘱托。草草也是直呼冤枉，这事儿可真不能怨我，毕竟她又不和花花一样，肚子上有谭爷爷给缝的兜兜，可以把小苹果装进去再带给男朋友。我当然只能吃进肚子里了。几个月后，草草也不负众望，很快就勾搭上了野外男熊，并且成功生下一只大熊猫幼崽。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只宝宝最终没有成。但在2018年，草草再次被安排踏入这片山林。草草也不负众望，成功与野生大熊猫配对，并生下龙凤胎和美美。
但在2019年，草草竟又被安排到野外移住。这次草草也同样顺利完成任务，生下皇太子星野木鱼。因为两小只都挺车的，这也是大家嘲笑草草眼光不太行的原因。但玩笑归玩笑，草草这3年的艰辛，大家心里都明白。3年3胎5仔本身已经很难了，再加上在野外困难重重，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草草为野生大熊猫种群的壮大，以及圈养大熊猫基因遗传的多样性做出了太大的贡献。可以说，草草绝对配享太庙。如今22岁的草草被安排在神树坪基地养老，希望衷心一定要善待这位功勋妈妈，让她可以安享晚年。有的双胞胎一模一样，还有的双胞胎高矮瘦胖。盘点熊猫界有哪些画风截然不同的双胞胎，首先得要说花叶姐妹俩。除了洁癖公主公妈分别给他们定做了一身白得要死皮肤外，其他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各整各的。荷叶大长腿细长条，只长高不长胖，而花花却是小短腿，只加宽不长高，所以曾经是姐弟的花叶组合，就曾因姐姐身高不达标和弟弟体重不达标，在幼儿园留了2级。这是荷叶1.8米的大长头，这是花花0.1米的土豆腿，因此也被网友笑称是矮冬瓜和瘦黄瓜组合。除了外貌不同，姐妹俩在性格上差异也很大。花花性格温顺，不争不抢，脾气很好，是一枚妥妥的佛系小熊。不管是走路还是吃饭，花花都是慢条斯理的，时刻保持着优雅，也很注重自己的淑女形象。而当男熊养了3年的叶子，则性格活泼好动，整天偷袭逗姐姐，行动也特别敏捷。调皮捣蛋的小叶子不仅爱拆家毁树，还曾吃过癞蛤蟆，以至于他瓜弟弟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一时间突然变成妹妹，好多人都接受不了。谁能想到眼前这2小只也是一对双胞胎呢？姐姐小鲁圆圆的大脸，长相无敌可爱，和苏珊妈妈不能说一模一样，也像了个10成8九。而弟弟小将却是个10足10的车座子，臭条漆的小将有些尖嘴猴腮，再加上脏兮兮的外表，一点都不符合熊猫在两脚兽心中胖嘟嘟且憨态可掬的形象，一度引发小将被虐待的言论，直接把中心推到风口浪尖。也曾被网友嘲笑说小将是熊猫界的 ET， 而且小将的车座子脸和妈妈苏珊绝美的脸蛋显得格格不入，以至于大家都想扒一扒小将的爸爸杨洋。果然和大家猜想的一样，野猫杨洋也是车座子，从而也印证了车座子传男不传女的定律。而且小鲁和小将的性格差异也很大，姐姐小鲁喜欢挂树自己玩耍，而弟弟小将却是个妈宝男，每天都在飞马。果然熊猫界的狐妹子同样也是传男不传女，而且熊猫界还存在这样一对双胞胎兄弟，哥哥温润儒雅，像一个彬彬有礼的白面书生，而弟弟却面相凶残，像身上背着几条熊命的黑老大。他们就是目前已经18岁的袁大元小兄弟，但据饲养员透露，这哥俩的性格和长相严重不相符。哥哥袁大虽长相甜美，但却战斗力爆棚，曾打遍同届小熊无敌手，而弟弟袁小虽长相凶狠，却是人畜无害的小甜豆。不但如此，还熊菜瘾大，还曾因近距离吃瓜被误伤，导致右后腿骨折。当时袁大和武艺正在聊架，却把凑热闹的袁小一把推下，结果当时熊没一点事，而袁小却因骨折被脱了毛裤，也因此一脱成名，成为熊猫界第1位脱星。大家还知道哪些差异较大的双胞胎？众所周知，花花小时候是爱聊架的霸王花，仗着自己的体重优势，经常霸凌6年班同学，别的小熊玩会吊床他也不让，非要贱嗖嗖爬上去把人家咬下来，还奶凶的小手挠得老快了，以体重压制对方更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后来别的小熊友都睡觉，就他不爱睡觉，整天就在那孤勇来孤勇去，还打扰别的小熊友，以至于别的熊都如期长大，只有他只加宽不长长。花花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经常熬夜不睡觉，不但不长个，还会发胖。后来6年班同学都学会了爬树，花花也想爬，但怎么也爬不上去，把自己气得原地撒泼打滚。这天发姑奶爸把花花扛到木架上问，小叶子上来就开始揍姐姐，而且是打完就跑，整得花花一脸懵，然后蹭蹭2下就爬上了树，都把一旁的花花气坏了。发姑奶爸见状赶紧去哄他，小叶子还在树上不停地嘚瑟，于是发姑奶爸就抱起花花去打小叶子，结果上来又被叶子打了一顿。事实证明，输出不够，就算辅助再厉害也没用。打了半天，花宝鸡愣是没打出一点伤害。后来发姑奶爸又把花花抱到树上让他过把瘾，结果又被小叶子一屁股坐在了头上。花花此时心里也犯嘀咕了，奶爸这是在拉偏架，还是让我挨更多揍呢？虽然我花又菜又爱聊，但也不影响他从小就是赢吧。糟了，二姑奶奶跟大姑奶奶打起来了。果然敢惹二姑奶奶的只有大姑奶奶了。喜乐因打架没答应哥哥，自己在这生放弃，把自己10周岁的生日礼物都拆了。
还在雪地里撒泼打滚，往哥哥的方向扔小树枝。这下全国人民可都要知道喜乐小心眼了。事情还要从哥哥先过来给喜乐打招呼说起。喜乐开始还挺高冷，只站在原地看着。可能是之前的院子不是玻璃围墙，喜乐还没这么近距离看过哥哥。但没过一会儿，喜乐就凑过去了。也不知道这姐俩都说了啥，反正上来就开挠了。放慢镜头可以发现是喜乐先动的手，但哥哥也是1秒钟都没惯着他，立马开始还击了。结果11岁的喜乐愣是没打赢21岁的哥哥。从哥哥这边的视角再看一下，确实是喜乐先动的手，而且不但打得很凶，还发出了狗叫声。看这架势，像不像2个小女生打架又薅头发又挠脸的？喜乐眼看打不过，就主动结束了战争。可大家都知道，喜乐的小性子可是吃不了亏的，于是又爬上去找哥哥再打。后来他竟然又跑到了2个院子互通的洞口，还想打开铁门过去找哥哥约架。喜乐如果真跑过去，还真说不准谁揍谁呢。喜乐从上午打架输了就不开心，而哥哥却在这疯狂武士开始庆祝了。于是喜乐就一直抱着个大树枝等着哥哥，这架势是想要报仇雪恨呀。二姑奶奶像这样小心眼的事迹多了去了。他看哥哥过生日时，院子里有好吃的好玩的，他就趴在架子上看了一上午。不是，咱不过完了吗？咱那记得想想上个月想起来了吗？你看你那运动场里布置还有呢，你别老羡慕人家的行吗？人家有的你都有啊。这孩子，你说说，霸王一早晨了，只能说嫉妒使喜乐面目全非啊。但二姑奶奶表示，就不能给熊熊多过几个生日吗？